有人说 ，SpaceX 之所以能够把火箭发射的价格打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可回收火箭。哎，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啊，可回收只不过是降低成本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真正让 SpaceX 把价格打下来的是所谓的第一性原则。事实上呢 ，SpaceX 一开始压根就没有准备自己造火箭的。埃隆·马斯克当时只是想从俄罗斯人手上买一枚二手火箭回来，然后把一个带有绿色植物的小型温室送上火星，再传回一些照片，让公众兴奋就完事儿了。但是没想到啊，俄罗斯人不仅没有诚意，还狠狠地羞辱了埃隆一番，这气他哪受得了啊？于是呢，就在从俄罗斯回程的飞机上，埃隆就决定他要自己造火箭了。为了算算自己口袋里面的钱是不是真的够造火箭啊，他根据第一性原则发展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概念——白痴指数，即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原材料的成本高出了多少。高出的越多呢，其白痴指数就越高，也就是说明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办法能够降低成本的。通过计算啊，埃隆认为以目前的方式制造出来的火箭白痴指数呢就很高，其成品的成本至少比材料成本高出了50倍。好了，这下他就有数了啊，可以压缩的空间还是大得很嘛。以下就是他的一些骚操作了。第一，打破传统，在布置火箭工厂时呢，将设计、工程和制造团队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这样，装配线上的人就能够立马逮到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告诉他们这样的设计呢，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实现的，既加快了纠错的速度，也训练了团队的实战能力。第二，质疑每一项支出，将通常需要从供应商那里买的零件变成在自己的公司内部生产，做到了甚至不让源头商赚差价，你就说这过不过分吧？但效果是真的好啊！比如其中的一个阀门，采购价呢是25万美元，但自己生产呢只要5000块，立省50倍。看来埃隆一开始计算的火箭白痴指数是没错的哈。第三呢，疯狂的制造紧迫感，设定各种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哪怕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但是按照埃隆的说法就是服从于狂热的紧迫感才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才能够让第一性原则生根落地。员工们当然是苦不堪言啊，可效果也是真的好啊。虽然 SpaceX 的开发进度呢没能真正实现埃隆的目标，但是却打败了所有的同行。第四，即兴发挥，不按套路出牌。NASA 和军方定出来的火箭零部件制造标准就是金科玉律吗？不是啊，他们在 SpaceX 顶多只能算是建议罢了。埃隆要求所有的员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要质疑这些传统意义上面的标准，如果他们无法满足第一性原理，那就别按这些规矩来做。比方说有一次闪电击中了试验台上面的一个油箱的增压系统，导致其表面的膜发生了鼓包和裂缝。按照标准呢，这是一定需要更换的。但是埃隆说：“给我敲回去，给我焊起来。”这不就好了吗？的确往往这样做是有效的，也实实在在的帮助 SpaceX 省下了大量的时间。而时间呢，就是金钱。所以你看，把发射成本打下来，的确不是单靠可回收吧？其实类似这样的能够让你的认知得到提升的故事呢，在这本新书《埃隆·马斯克传》里面比比皆是。他告诉你什么是风险，该如何处理风险；什么是机会，该如何抓住机会；为什么埃隆·马斯克最后总是会赢，创新和进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等等等等。推荐给你好好的读一读啊。太阳能电池板只能铺设在陆地上吗？不，它们还可以铺设在海面上。近期，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项目综合田湾200万千瓦涂炭光伏示范项目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与综合集团田湾核电基地相互耦合，形成总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每年可以减少碳排放177万吨。这可不得了啊！你想想看，海洋面积得多大啊？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咱们再把太阳能电池板朝海面上多铺设一点点，能源的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了呢？所以你看上面我提到的这个项目呢，只是一个示范项目，也就是说这个目前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电站只是一个样板，打样完成，后续就是铺开了复制，海上光伏的想象空间还很大。那好，在海上铺设光伏电站有哪些具体的优势，又会遇到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讨论一下。先说海上光伏的优势，总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这4个。第一，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大大的节省陆地上面的土地资源嘛。
这是最为显著的优势之一了。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资源紧张，特别是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建设大型光伏电站往往面临土地稀缺的问题。将光伏电站转移到海上，不仅能够避免其与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争夺土地，还能够为陆地上其他重要的用途释放更多的空间。例如农业用地可以继续用于粮食生产，城市用地可以发展住宅和商业设施，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第二，海上光伏电站能够有效避免土地使用的冲突。陆地光伏电站的建设常常需要在大片土地上安装光伏板，这可能会引发与农业、牧业、林业等产业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海上光伏电站则完全不涉及这些问题啦，它们漂浮在海面上，不用占用任何的陆地，不会影响土地的原有用途，因此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在不破坏现有生态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提供大量清洁能源，真正做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海上光伏电站的独特环境条件有利于提高光伏板的发电效率。首先，海洋表面的高反射率能够增加光伏板接受的阳光量，从而提升发电效率。其次海洋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水面可以为光伏板提供天然的冷却效果，避免高温对光伏板性能的负面影响。高温会降低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而在海面上，光伏板受海风和水体的冷却作用影响，温度相对较低，从而能够维持较高的发电效率。此外，海上空气较为清新，灰尘和污染物较少，光伏板的表面将会更加的干净，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吸收太阳能。第四，海上光伏电站具有显著的环境友好性。与陆地光伏电站相比海上光伏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小，它们不会占用陆地生态敏感区，如森林、湿地和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能够有效避免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此外，通过合理布局和科学的设计，海上光伏电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某些设计甚至考虑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采用环保材料和结构，使光伏电站与周围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以上优势，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海上光伏电站真的是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也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海上的好处自然有很多，但是海上的坏处也并不少海洋环境中盐分的高浓度是光伏电站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了。海水和海风当中的盐分会形成盐雾，附着在光伏设施的表面，导致其严重的腐蚀问题。金属部件长期暴露于盐雾当中时，会发生氧化反应，导致材料强度下降、结构损坏，甚至引发电气短路。这种腐蚀不仅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还会增加维护和更换成本。根据研究，盐雾对电子元件的影响尤为显著，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和电性能下降。其次海上环境的高湿度也给光伏电站的运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高湿度就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容易在设备内部和电器连接部位凝结成水滴，形成结露现象。这种结露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的下降，增加漏电和短路的风险。此外，长期的潮湿环境还会使得光伏组件当中的封装材料老化剥离，影响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和整体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温差较大的环境当中，昼夜温差导致的结露和蒸发循环加剧了设备的老化和损坏。与此同时，尽管海面温度较陆地相对比较稳定，但在日照强烈的条件下，海上光伏电站仍然会面临高温的挑战。光伏组件在高温环境下，其电性能会明显下降，主要表现为输出功率减少和效率降低。根据光伏组件的温度系数，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光伏组件的效率就会下降 0.4% 至 0.5%。此外，高温还会加速光伏材料的老化，如背板材料的热氧化降解、封装材料的热失效等等，导致设备的使用寿命缩短。这对海上光伏电站的长期运营和经济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除了上述因素海洋环境的动态特性也是光伏电站必须要应对的挑战之一啦。海面风浪的变化会导致光伏设备的机械结构承受额外的动态载荷，特别是在风暴和大浪的天气之下，光伏板和支架需要具备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以抵御风浪的冲击和摆动。此外，海水的涨潮和退潮现象会影响光伏电站的浮动系统的稳定性。于是，为了应对以上挑战，我们在材料选择和研发、结构设计、系统设计还有防护设计方面都要下足功夫。在面对海洋高盐环境的腐蚀问题时，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耐腐蚀材料，并强化防腐涂层和阳极氧化材料的防护。在面对高湿环境的防水和防潮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做足功课：密封、防潮和除湿。在光伏组件、电气间隔等关键部位采用高效密封材料，如硅胶密封圈、丁基胶等等，防止水汽进入设备内部。特别是在电缆接头和连接部位，必须确保完全密封，避免截路和短路。对光伏组件进行防潮包装，采用高质量的封装材料，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和聚偏负乙烯 PVDF。这些材料具有优良的防潮性能，可以有效阻隔湿气。在电气柜和控制室内安装除湿装置，如加热器和除湿机，保持内部环境的干燥，防止截路现象的发生。接着在面对高温环境时，我们需要结合更好的热管理材料，设计出更加高效的冷却系统，利用风冷、水冷将热量从设备内部传导到外部环境，提高散热效率。为了应对海洋动态环境的挑战，海上光伏电站必须具备高度的机械稳定性和适应性。以下几个结构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浮动系统，它能够均匀分布浮力和稳定性，提高抗风浪的能力。同时浮动平台需要具备一定的柔韧性，以适应海浪的起伏。灵活的锚定系统，如弹性锚链和自适应锚定技术，确保光伏电站在潮汐变化和风浪冲击之下保持稳定。锚定系统需要根据海床地质条件进行优化设计，以提供足够的固定力、抗风浪结构，如增加支架的刚性和采用减震装置，确保光伏板在强风和大浪环境下依然稳固不移。总之挑战是不少但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兴奋到不行了吧？有挑战才有机会嘛，有机会就能够创造未来，舞台越大，咱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说到发挥空间，光伏发电的未来发挥空间其实还远不仅仅在海面呢，它还在屋顶，还在墙面，还在农田、牧场和沙漠，甚至是轨道。你看，在农田上方架设光伏板，通过调整光伏板的高度和间距，确保农作物能够获得足够的光照。同时，光伏板还可以减少阳光的直射，降低地表温度和蒸发量，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在牧场上方架设光伏板为牧场提供电力，同时也为牲畜提供遮阳的庇护。光伏板可以减少牧草蒸发，提高牧草产量，增强牧场的可持续性。在沙漠光伏电站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生态修复技术，通过植被恢复和水资源管理改善沙漠环境，防止沙漠化进一步的扩大。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能够促进生态保护。以上这些都一一得到了验证。而天基光伏电站，这个以前只存在于科幻当中的概念，也正在照进现实了。在地球轨道上部署大型光伏阵列，利用太空当中的高强度太阳辐射进行发电。由于没有了大气层的遮挡和昼夜交替的限制，太空光伏电站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太阳能发电效率将会远高于地面的光伏系统。将太空光伏电站产生的电能通过微波或者激光传输到地面接收站，再转换成电力供我们人类使用。无线能量传输技术的突破是实现空间光伏的关键，需要解决能量传输效率和安全性的问题，而这一关键技术看起来也正在得到解决。去年6月份，由加州理工学院开发的功率传输低轨道实验微波阵列，成功演示了从太空到地球的电力无线功率传输。实验结果显示，该信号以预期的时间和频率出现，由位于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校园戈登和贝蒂摩尔工程实验室屋顶上面的接收器检测到了。在接收器阵列接收到能量后，他们将其转换为直流电，并点亮了一对
LED， 以展示在太空中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完整序列。MAPLE 通过成功的单独点亮每一个 LED， 并在它们之间来回切换，在太空中完成了这一测试。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可以将太阳能发电阵列发送到太空，在太空中利用太阳光进行光伏发电，再将电能转换为微波传回地球，由安装在地球上的接收器接收到微波后，再将其转换为电能，从而实现太空的光伏发电和电力无线传输。这一相当科幻的概念了。当然，继跬步一掷千里，光伏发电的未来拥有无穷的想象力，我们依然需要脚踏实地的把当下的每一步给走好啊。你猜猜看，此刻正在向你展示的显微画面属于什么物质？我敢打赌你十有八九会偏的离谱，因为它们属于，请做好准备啊，咖啡粉。这是萃取之前的咖啡粉，这是萃取之后的咖啡粉。你对比来看看，能看出哪些区别呢？把你的发现和分析都写在评论区吧。说实话，看到这个又是彩色又是高清的阿波罗月球活动画面，我也不相信它是真的。我们的高清直播才刚刚几年啊，美国人怎么可能在50多年前就已经在月地之间玩的那么溜了呢？啪，这是一个误会，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看的画面是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用16毫米胶片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它根本就不是直播画面，而真正的直播画面是这个样子的，黑白模糊卡顿，这样子你是不是就能接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50多年前 NASA 究竟是怎么完成地月之间的视频直播的。请记住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啊：电视摄像机、统一 S 波段通信系统、地面跟踪站和卫星通信。为了将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的活动实时传回地球，NASA 与西屋电器合作，设计了一款特殊的小型黑白摄像机。这台摄像机必须在极端的月球环境之下工作，包括恶劣的辐射和温度条件，并且只能使用7瓦的电源。同时由于月球表面与太空之间的高对比度，就使得捕捉清晰图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屋电器利用了一项原本为国防部开发的机密技术，创建了一种特殊的低光成像管，它能够在低光条件下捕捉移动物体，而不会使得图像模糊。拍摄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如何传输了。为了传输视频信号 ，NASA 开发了一个叫做统一 S 波段的通信系统，它允许通过一个天线发送遥测数据、指令、语音和电视信号。但是由于带宽限制，无法使用标准的525线视频摄像机，因此西屋电器开发了一种慢扫描摄像机，它以325扫描线和每秒10帧的速度传输视频。这样的设置就适应了有限的下行链路带宽。摄像机通过电缆连接到登月舱，允许在着陆点周围移动。视频信号首先会通过登月舱的天线传送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跟踪站，然后在这儿转换为标准广播信号。接着信号通过通信卫星传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并向全世界广播。在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时呢，摄像机被放置在登月舱的一侧，朝向梯子。巴兹·阿尔德林在舱内激活了摄像机，从而捕捉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历史性一刻的画面。但你知道吗？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差一点翻车因为刚开始广播时，画面似乎是倒置的。还好负责处理信号的澳大利亚视频操作员反应够快，他迅速翻转了图像，才挽救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摄像机在整个阿波罗11号的任务当中完美的完成了工作，并留在了月球上面。随后的阿波罗任务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摄像机，能够夜视和拍摄彩色图像。阿波罗15号、16号、17号的摄像机安装在月球车上，甚至能够远程跟踪宇航员离开月球的过程。好了，关于阿波罗登月，各位还有什么疑问，请留言告诉我吧，咱们慢慢安排。
嘿，你是又准备给我弄翻吗？翻车了啊！翻车了，整个底盘还是非常的结实的。翻过来，我们看看有没有损伤。谁说没有损伤 ？Oh my god！ 哦，哎，好的，好的。哎呀，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啊，加油，冲！不行。等一下，尾门还是要装上。哈哈哈！每次都掉一样东西。普通民航客机能不能飞出超音速呢？答案居然是可以，但是它是怎么飞出来的，你又一定猜不到答案。据报道啊，上个周末，维珍航空一架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航班，其在飞行当中测得的地面速度竟然达到了1291公里每小时，比1234公里每小时的音速还要快啊！借助于这样的高速，它得以整整提前了45分钟到达目的地。乘坐这班航班的乘客可谓是赚大了。所以究竟是什么让这班客机如此狂飙的呢？答案是高空激流。这架航班正好赶上了自20世纪中叶有观测记录以来的第2大风力。通常高空激流的平均风速是177公里每小时，而这趟东风的速度呢，则高达426公里每小时，并且它恰恰是对着这架航班的尾巴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坐飞机能够提早到达呢，不仅需要感谢机长，还需要感谢在后面拖了一把的风伯伯啊。最后，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既然这架客机已经飞出了超音速的速度，那么它有没有突破音障呢？把你的答案和理由都写在评论区里面吧。这个符号叫做 @， 你的每一把键盘上都有它，不管是不是物理的。社交媒体上你会用它来@某某人，写电子邮件时你会用它来隔开用户名与主机名，所以它的诞生是不是跟随计算机一起的？哈哈，你要是这样想就错大了。实际上符号的诞生远远早于计算机。关于符号最早的证据是在14世纪的一份抄本上，它被用作 Amen 的缩写。在16世纪，它又出现在一份意大利商人的信件当中，用来表示双耳罐及 amphorae 的缩写。双耳罐是一种古老的容器，用来装运和计量葡萄酒等商品。于是 这个符号就相当于是一个重量和体积单位，约合114升。到了19世纪 的意思又变成了几个多少价格 each at 的意思。例如5个苹果 1美元，就是说5个苹果总共1美元，每个0.2美元。这种用法在一些收音机的界面上仍然可以看到。于是 这个符号也被收录在了打字机的键盘布局当中，和其他货币和百分比的符号放在一起。可以说 这个符号和数字与经济计算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20世纪这个符号才进入了数字世界，成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电子邮件地址的分隔符。这得要归功于一个名字叫做雷·汤姆林森的计算机工程师。他在1971年开发了一种在不同终端之间发送消息的方式，也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他需要一个符号来区分用户名和主机域名，于是就选择了 @， 因为它既罕见又有定位的意义。他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就是用 连接了2个地址，例如 aaron.gump@hotmail.com。从此这个符号就成为了电子邮件的标志，后来也被用在了社交媒体上，表示直接回复或者是提及某人。至于它未来还能发展出什么新的意义，那就交给时间吧。总之，你学到了吧？极飞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首先，它的每一栋楼里面都有这样一家非常专业的咖啡馆。好，我承认，这似乎也没啥特别的。很多大公司里面都有自己的咖啡馆嘛，但是他们的咖啡馆里面停了一架战斗机，准确说是战斗机的引擎。一台涡喷6发动机被完完整整的安放到了这个玻璃咖啡桌的下方，简直是太酷了！我甚至有一种想把它顺回去的冲动啊。
但是再一想，这东西放我这儿顶多就是一个摆设，但是放在极飞这儿就是他们公司的底色。是的啊，他们不是为了酷而酷，而是真的在让种田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酷。哎，种田怎么会跟酷有关呢？你看看他们的产品就知道了。喷洒无人机、撒播无人机、运输无人机、航测无人机，这些可以自主飞行、载重高达70公斤的无人机，只需要你手握一个跟电视机遥控器差不多的手柄，就能够极其智能和高效的帮你完成大部分的农田作业了。你说酷不酷？再没完，农机自驾仪。解放双手，让农机自己在田里面开出几公里长的笔直一条线，左右偏差不会超过2.5厘米。你说酷不酷？其实还没完，智能灌溉系统将灌溉精准到每一滴水，将开发关阀从田间地头平移到线上宇宙。你说酷不酷？当然还是没完。你可能以为我一开始介绍的那4款无人机是4台无人机，对不对？当然不是啦，这多少就有点无聊了。它们是一架，一个平台搭配多种任务。极飞将其称之为空中拖拉机。为什么是拖拉机呢？因为拖拉机是农田上面最为常见的设备之一，而它自诞生150余年来，甚至形态就没有发生过啥变化，而是通过与不同挂载设备的配合来完成相当多不同的任务的。可以运输，可以犁地，可以开沟，可以整田，可以播种，还可以撒肥，等等等等。那一架无人机为什么就不能学拖拉机那样，通过跟不同任务平台的配合完成多样的任务呢？当然可以啊，而且这事儿是有先例的嘛。你看空中起重机西科斯基 CH-54，实际上极飞将农业无人机分为飞行平台和任务平台两部分的灵感，就是受到了 CH-54的启发。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先是一台战斗机上面的涡喷发动机，这里又来了一架空中起重机。极飞的血液里到底是融进去了多少军迷的基因啊？实际上，看了他们今年的新品 P150 和 P60无人机，我才发现前面那些只不过是开胃菜。2架飞机头部凸出来的那一大块呢，真的是像极了 H-64阿帕奇头上凸出来的瞄准系统。当然，它不是用来瞄准敌人的，它是无人机的大脑，集成了4D 成像雷达、AI 高清双摄像头和超高算力芯片的智能控制系统，所以才能够让这台飞机可以灵活避障，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然后你看他们顶上的2个粗壮的拎手，像不像是从加特林机枪上面移植过来的？这简直像是在打造武器啊！其实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本质上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免维护、易使用。说真的啊，此刻我的感受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为农民打造他们买得起、用得起、还学得会的产品的，还得是极飞啊。但极飞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对他们来说，把种田变得像打游戏一样简单才是目标。统计表明，中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55岁了。10年以后，当他们纷纷老去，谁来种田养活我们10几亿的人口呢？是机器人和年轻人。准确讲，是由掌握了现代农业知识的年轻人，通过智慧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其中的各种农事机器人，做到农田里面的真正无人化。哇，听上去是不是还很虚幻啊？但是这幅蓝图正在极飞的努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清晰。朋友们，未来我们一起种田去吧！你需要一台光固化 3D 打印机吗？如果你想拥有这样一个模型的话，那大概率就是需要的啦。美剧《西部世界》里面的 Host 也是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片子里面呢，它就是从一个乳白色的液体池子里面缓缓升起来的。而现实当中呢，它如出一辙啊，也是从一个装满了液体的池子里面缓缓升起。这是巧合吗？我严重怀疑不是啊！会不会是《西部世界》的导演正是在看了光固化 3D 打印机的工作过程之后，才诞生了这个创意呢？有这个可能哦。好，咱们撇开打印过程不说啊，就说模型的细节吧。精度到了这个程度呢，就真的不再是 FDM 的擅长了，这里是光固化的领域。虽然我已经把层高设置到了极限的0.08毫米，虽然我的拓足 A Mini 呢真的也是很卖力的，但是怎奈啊，就是在细节方面玩不过光固化啊。你看它俩打印出来的脚趾骨骼的对比，还是有肉眼可见的区别啊。
光固化显然是要更丝滑一些。FDM 呢，虽然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优秀了啊，但是表面的沉纹还是更加的明显，偶尔有的地方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错位，不管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都不够完美啊。对了，请你忽略这个脚趾头上面的拉丝啊，它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对线材进行有效的防潮导致的。不怪 3D 打印机啦。另外，虽然不管是光固化还是 FDM， 在打印这个模型的时候呢，都是需要支撑的，而且拆除它们的支撑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活。但相比起来啊，至少在拆完光固化的支撑之后呢，这根极其脆弱的腿骨还能够保持完整，而 FDM 恕我手残，要是它不骨折，那我就得骨折了。所以你看到了吧？要是你想打印的都是这类极其精致的手办的话，那光固化就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了。尽管我还是对它的操作复杂性颇有微词啊，但没有办法啦，什么工具干什么活嘛。它干这样的活呢，就是漂亮。你说不用它，用谁呢？说到打印的精细程度，我还想到一个能做对语的啊。前段时间我做的迫击炮炮弹的模型，顶上的风帽是要通过螺杆装到引信上面的。我之前用 FDM 来打印，为了让螺纹有更高的精度，以便在拧进去的时候更加的顺滑，我也是直接用上了最小的层高和最慢的打印速度。但即便是这样的效果也不是太理想啊。那咱们试试光固化行不行？你别说啊，的确是要顺滑一些哦。看来打印精度还得是光固化，但如果我们从精度切换到强度，那必须就是 FDM 的战场啦。它不光是可选择的材料比光固化树脂多了太多，而且个个都能打。这个咱们就真的没啥对比的必要了很多博主都已经做过了。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最后的一个话题。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一台光固化，那该怎么选这台光固化呢？我只有一个建议啊，就是选台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都用这么麻烦的光固化了，小的也麻烦，大的也麻烦，反正都是一样的麻烦，那干嘛不用大的呢？至少在麻烦完之后，收获可以更多啊！而且大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优势，速度上的优势啦。这得益于光固化的工作原理，它是通过这个屏幕来让与之接触的最底层同时曝光的，从而固化曝光之后的数值。这就意味着啊，你在最底层上面是曝光一个点，还是曝光一整面，所用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多少有点作弊的感觉。要是用 FDM， 我打一个零件需要1份时间，如果我要打10个呢，就得需要10份的时间。但是到了光固化这边，我打一个是1份时间，我打10个也是1份时间。只要是我的机器够大，它的构件板够大的话，我要打100个也还是1份时间。你就说你要不要钻这个空子吧？我当然是要钻的啦，所以我最近才上了这台普罗森的 Sonic Mega 8KS 嘛。你看看它的构件板有多大，33厘米长，18.5厘米宽，用巨无霸来形容也不为过啊。所以下面才需要一块15寸的 LCD 屏了嘛，而且还是8K 分辨率的，感觉好像是买屏幕送机器似的。直接就把我的生产力拉满了。以前是需要分几锅打的，现在直接就一锅端了。真的是很爽啊！爽到我现在甚至觉得光固化好像也不是那么麻烦了，尤其是看到这么惊艳的成果之后啊。吃瓜群众请注意，人类目前最高最大的火箭星舰的第2次试飞很可能会在11月17日，也就是在本周五开启。届时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是一个大瓜，你可一定要去吃哦。那吃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点什么吗？是要的啊。重点关注呢，我已经帮你给总结了出来，主要有2点啊，一个是在发射台上，另外一个是在火箭身上。咱们先说发射台的啊，有看过4月份那次发射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星舰的发射台在发射之后呢，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就中间那个弹坑的巨大程度来说呢，你告诉我刚刚在那儿炸了一个小型核弹，我都是信的啊。这主要得益于埃隆·马斯克对其发射台坚固程度的高估和对火箭点燃时的破坏力的低估。结果嘛，不仅是毁了这个号称要做到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第0级，是的啊，在 SpaceX 那里，发射台就是它的火箭的第0级，还可能直接就砸坏了几台发动机啊。
被破坏的水泥块四处乱飞，指不定就有那几块向上砸进了发动机的喷管里面嘛。所以第一次试飞的星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缺胳膊少腿的，它有的发动机压根儿就没有启动。那这一次呢 ，SpaceX 接受了教训了，为了保护其发射台，他们终于是启用了一套水灵系统，它可以有效的吸收33台猛禽发动机同时启动时的巨大噪音。对的是噪音而不是热量，因为噪音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波，破坏力极大的机械波，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第0级可以挺住啊。那么第二个看点在哪儿呢？在这里了，2、3级之间的镂空圆环上，它告诉我们第2枚试射的星舰将不再采用冷分离，而是热分离了。什么是热分离？什么是冷分离啊？简单来说呢，热分离指的就是在第1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呢，就开始让第2级火箭点火了，所以它们中间的连接环才需要做到镂空才行嘛，这样就能够让火箭的尾焰找到出口了。冷分离则指的是第1级火箭先关机，跟第2级火箭分离之后呢，第2级火箭上面的发动机才会点火。好，为什么分个离都这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火箭燃料的沉底。你看火箭的结构2个燃料箱在上面，不管里面装着的是液氧液氢还是液氧煤油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必须要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这在地面上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光靠地心引力，它就是可以做到的了。在火箭的最初的上升阶段呢，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加速度产生的惯性也可以把燃料稳稳地压在底部嘛。但是等到第1级和第2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呢，就有大问题了。在第1级关机时呢，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此时第2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之后开始群魔乱舞起来了。这里有一段猎鹰9号2级氧箱内部的画面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呢，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这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是始终沉到底部，就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热分离和冷分离。那热冷分离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我们先来说热的它的好处就是简单直接，在第1、2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火箭始终就没有失去加速度，燃料也就会始终沉底，不用再担心2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缺点呢，就是由于第2级点火的时候，第1级还连在下面嘛，为了防止被烧坏呢，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才行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还有由于分离时第1级还有推力产生，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第2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就会导致2级还贴在一起，无法分离，最终呢偏离轨道，任务失败了。而且早期火箭由于2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会被切断，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第1级的加速度过大，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那么冷分离呢？它的好处就是分离精度更高，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但是缺点嘛，就是又难又复杂。我把步骤讲给你听，你就能够理解了。首先呢，是1级发动机关机，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2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就应该看到燃料飘了起来了。接着装在极尖段上的小型推进器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由于此时的火箭呢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就会使燃料再次沉底。然后第1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同时打开反推火箭，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2级还有极尖段实现分离。现在还剩极尖段连接着第2级了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从极尖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2级的分离，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当中碰到裸露在外的发动机等零件
比如我们的长征5号的第2级氧箱和发动机呢，都是悬挂在级间段里面的，就导致了级间段的分离行程超过了7米长，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嘛。好了，最后一样东西在脱离完成之后呢，就该是点燃2级发动机了，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了。你看是不是很复杂嘛？所以啊，它就复杂到了让第一次星舰试飞时发生了分离故障。于是埃隆·马斯克一拍脑袋啊，这次咱就不搞那么复杂了，就热分离，挺好的。好了，那么剩下的咱们就看星舰自己的表现了。暂定周5，我们看它这次会不会割啊？帮大家打了一个样啊！我的确是踩到了一枚地雷，不过呢，它还好是一枚模型地雷了。虽然我又是按照真家伙1:1的用3D 打印出来的，但这里面呢是没有炸药的，只有丰富的内构。我一会儿会拆开来给你们看看的。不过我得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刚才的操作是不是有错误啊？如果踩到它之后不抬起脚来，想办法将它维持在踩下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像很多的影视剧里面演的那样，不会爆炸了呢？嘿嘿，想多了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地雷都会在踩下去的一瞬间就爆炸的，根本就不会给你任何钻空子的机会。还压的呢，那就是纯粹的戏剧效果罢了啊！武器上面要的不是吊着敌人的胃口，而是立竿见影的杀伤。比方说，这枚美军在1955年到1974年之间生产的 M14地雷，其引爆方式就是简单的踩上上面这个压力板就够了。它具体呢是这么工作的啊，这个东西啊叫做保险插销。当它插在地雷的压力板上面的时候呢，就会限制压力板的向下动作。你看，等于是就从物理上起到了保险的作用嘛。所以在部署之前呢，是需要将它拉出来的，这样压力板就能够被压下去了。压下它所需要的力量呢，大约为9到16公斤。基本上只要是轻轻的踩上它，就能够激活它了。它的弹力啊，是由里面的这个叫做碟形弹簧的东西来提供的。多说一句啊，这个碟形弹簧呢，虽然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太熟悉的冷门弹簧，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其实是挺广的，尤其是在这种空间较为局促的地方，更是其强项所在了。我们回到地雷上。虽然此时保险插销呢已经被拉掉了，但它暂时还不具有任何的威胁，因为你看啊，压力板上的箭头呢还指着 S 呢，S 代表 safe。此时踩下压力板，里面的机针并不会运动，所以你必须要将压力板的箭头转到 A，armed。武装之后，它才算是真正的做好了准备。现在踩下压力板，机针下移，撞击安装在地雷中心的雷管，雷管起爆，引燃周围的炸药，于是地雷便瞬间化为火球了。虽然不是那么大的火球啊，毕竟它就这么大点个头嘛。M14呢，并不是为了把敌人给干掉，而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伤。因为一个人受伤之后呢，势必会拖慢好几个人的步伐。你要去救援，你要去照顾，你可能还需要去搀扶着他撤退，这可比直接干掉一个人划算多了。虽然这么说呢，好像真的是挺没人性的，但是 M14本身呢就是没啥人性啊。它通常会跟反坦克地雷配合使用，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避免敌人前去拆除。因为它是一枚塑料炸弹，浑身上下唯有这里面的这根雷管是金属的，所以扫雷器根本就探测不到它。你一不小心就会踩了上去，让拆雷变成踩雷了，很是狡诈啊！而且难扫除，也让它在战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更是让很多无辜平民的生活直接就变成了噩梦。统计显示啊，每隔15分钟，地球上某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人踩到地雷。哎呀，武器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愿世界和平吧，愿这个玩意儿呢就当个解压玩具来，是挺好的啊。